彩铃为了能够找到萧炎，竟冒险潜入神虚宫偷取镇宫神器。书接上回，1个月后我会把黄天破的首级带到这里来。萧炎的话音落下，只见高空之上千丈火龙身躯一震，强大的天地灵力震动开来。随着一声嘶吼，那火龙迅速缩小，转瞬间变成了一条仅1丈大小的迷你火龙。呵呵，从今以后这6玄天火就是你的了。刘北道闻言笑着对萧炎说道：“多谢成全。”萧炎向前者拱了拱手，旋即问道：“战场离这里有多远？”“大约数十万里。”以你的速度，不用1天就能到。那现在便出发吧，麻烦前辈带路。当听到萧炎想直接前往西道大陆的战场，刘北道笑了笑，走吧。随即身形一动，向着远处天边掠去。萧炎兄保重。此时一旁的刘天荒拍了拍萧炎肩膀，萧炎点了点头，脚下一跃，化为一道流光，紧随刘北道而去。这里是一片荒古世界，灰暗天空下覆盖着浓厚的乌云，突然穿破天际的破空声在天地间响起，紧接着10几道身影穿梭而过。真是可恶，那女人究竟藏在了哪里？一名男子眼神扫过四周，怒骂道。然而他的话音刚落，突然大地震动，一道绚烂的9彩光芒从千里之外扫来。这一幕自然也是立刻吸引了这群人的注意。藏不住了吧？领头中年男子脸上露出一丝狰狞的笑意，随后他身形一动，直奔远处的9彩光芒而去。在一座万丈深渊中，9彩光芒不断的从中涌出。突然一声巨大的沉闷轰鸣声从深渊底部传来，只见一道9彩光柱冲天而起，使得这个深渊直接坍塌，化为了一个数千丈宽的巨大坑洞。在无数巨大碎石的间隙中，一位散发着女王气质的女子从那深坑中飞身而出，轻巧地落在了远处一座山峰之巅。她目光投向远方，那里正有数道光芒以惊人之速接近。真是烦人啊！这位冷艳的女子轻声抱怨道。随着她的话音落下，一名首当其冲的黑衣身影瞬间出现在了她面前，冷声道：“将无影镜交出来吧，我并不喜欢对女性动手，尤其是你这样的美人。”闻言，冷艳女子并未理会他。见状，男子怒喝道：“你不过刚突破到2品至尊，竟敢这般小看我！看来你是真不懂2品与9品的巨大差距。”话音落下，只见他迈步向前，一股可怕的灵力化为了庞大的潮汐，对着女子碾压而去。就在此时，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，一道巨大的裂缝瞬间将地面撕裂为2半。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得那些黑衣人震惊，当他们目光投向那条恐怖的裂缝时，皆是瞳孔紧缩起来。只见裂缝中一道巨大的身影涌动，随后直冲云霄。那是一条近10万丈的暗金色巨蟒，其庞大身躯轻易便将灵力潮汐撕裂。而在漫天的灵力碎片雨中，巨蟒身上闪耀着耀眼的暗金光芒。随着光芒散去，一位穿着暗金长衫的青年显现于天地之间。他注视着前方的黑衣人群，冷笑道：“9品至尊又如何？地至尊。”感受到那股远超自己令整个天地都沉重至极的气息，那领头的黑衣男子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位青年竟是一位真正的地至尊！快逃！黑衣男子当下便意识到自己绝非对手，所以第一反应就是逃。伴随着他们消失无踪，之前的冷艳女子突然出现在青年身旁。她望着渐行渐远的身影问道：“为什么不拦住杀掉他们？杀了他们又有何意义呢？”青年闻言淡淡一笑回应道，随后看着女子问道：“我说你这几天干嘛去了？”原来是冒险潜入了神虚宫，就为了这东西。无影镜是神虚宫8大镇宫神器之一，能窥探3000万里内的一切动静。我想你是为了找到那个萧炎吧？你怎么知道萧炎的？听得此话，女子顿时一惊，呵呵，1个月前救你之时，你虽昏迷，但口中不停念叨着萧炎和炎帝。青年解释道：“我猜炎帝就是那个萧炎的称号，对吗？”女子点了点头，却并没有多说什么。见状，青年继续追问道：“那你打算利用无影镜找到他，然后去见他吗？”“我觉得他也在寻找我们。”女子回答道。“我们？什么意思？他还有其他女人？他有这个能耐，你不服？”女子斜瞥了一眼青年道：“好吧，好吧，那是你们的事情。”青年看了一眼女子的面容，再度笑道：“我叫通鹤元云，只是个游历大千世界的人。你呢？”女子听后轻轻撇了撇嘴，旋即转身向远方走去。与此同时，一道淡淡之声响起：“彩铃。”她起的名字。在一片无尽的荒芜地狱，2道光影正以惊人的速度划过天际。我们已经进入西道大陆的西北部了，前方30万里内的区域全是战场。刘北道观察着前方的荒地说道。闻言，萧炎问道：“这片地方全被血神族占据了吗？”“不全是，10年前我退役后，洛神族就派遣了新的强者来守护这里。虽然没能完全驱逐血神族，但也是成功阻止了他们的进一步侵犯。”刘北道解释：“我之前几次访问过洛神族在西道大陆的大营，并与他们有所往来，我会带你前往那里的。”萧炎听后点了点头，他自知不可能独自闯入血神族的营地，有个落脚点总归是好的。大约10分钟左右后，一座绵延的赤色山脉出现在了他2人的视野中。见到这一幕，刘北道脸上顿时露出了喜悦之色。红玉山脉，洛神大营就在那里。刘北道指着前方的赤色山脉，对着萧炎说道。听得此话，萧炎的目光也落在那座山脉上，他能感受到山中弥漫的浓烈火元素气息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完美的修炼圣地。然而，正当萧炎2人靠近山脉千里范围之时，一道沉重的轰鸣声突然在天地间爆发，紧接着一声怒喝传遍了四周：“何人来此？为何要硬闯我洛神大营？”听得这道响彻天地的浩然之声，萧炎和刘北道立刻停了下来。
他们向着前方那座赤红色的山脉望去，在那里，一道红色的光影正以惊人的速度划破天空，直冲他们而来。